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在马来西亚掀起热议的话题：中国人来马做生意潮。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中马两国续签了5年的相互免签政策，而且马来西亚对中国游客的免签时间从30天延长到了90天。表面上看，这只是旅游便利政策，但实际上它带来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入场潮。越来越多中国商人、团队、自由创业者，甚至低端劳动力，以旅游加创业的形式涌入马来西亚。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机，还有巨大的冲击。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不是好事吗？可以刺激经济，带动就业啊。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马来西亚本地华裔摄影师小马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讲述了自己的困境。他做了9年全职摄影师，以前生意好到忙不过来，1个月 booking 满到没时间休息。最忙的时候，他一天拍3组，拍到手软，连兄弟的婚礼都只能搭红包过去，因为实在抽不出时间。但自从免签政策落实后，大量中国摄影团队以超低价，一套只要299马币抢占市场。小马直言，我的成本都 cover 不了，怎么跟他们竞争？更糟糕的是，这些团队通过后期选照片赚钱，一张照片300马币，客户最后往往花几千块。这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波中国生意潮给马来西亚带来了什么？哪些行业正在受到冲击？本地人又该如何应对？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来聊聊这波生意潮的根源——中马免签政策。2025年4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与首相安华会面，续签了中马5年免签协议，并将免签时间从30天延长至90天。据报道，此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31份合作备忘录，涵盖贸易、投资、能源、科技、农业等多个领域。习近平强调，中马应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并表示支持马来西亚作为东盟主席国的角色，还承诺尽早签署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升级协议。这看似是外交成果，但对马来西亚本地人来说，却意味着更大的竞争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涌入马来西亚呢？原因有3点。第一，中国国内经济环境严峻。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大量工厂和中小企业倒闭，外资撤离，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根据一些公开数据，中国硕士毕业生起薪甚至低至2-3千人民币。很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而马来西亚免签90天，简直是零门槛的理想目的地。第二，货币汇率优势。目前马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大约是1比1.5，也就是说，赚到的马币换成人民币有不小的收益。这对很多中国低端劳动力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宁愿接受低薪工作，也能赚到比国内更多的钱。第三，马来西亚的营商环境相对宽松，相比新加坡这样法律严苛、监管严格的国家，马来西亚的政府管理相对宽松，甚至存在一定的贪腐问题。这让一些中国人在当地打黑工或从事灰色产业变得更容易，甚至3个月到期后去邻国转一圈再回来，轻松续签。所以，这波生意潮并不是单纯的旅游热潮，而是一场带着商业目的的入场潮。表面上他们是游客，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摄影师、餐饮老板、电商卖家，甚至是地接导游。更让人担忧的是，这波生意潮还引发了区域性的讨论。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后，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一篇标题为习近平向黑帮老大霸凌东南亚12年后如今装可怜的文章，指其执政12年来对东南亚国家展现霸凌姿态，如今却因中美关税战受害
而试图拉拢邻国，显得滑稽可笑。这一言论迅速引发热议，有人认为何经的评论可能影响新加坡对华关系，毕竟淡马锡在中国有大量投资。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回应称，这是个人言论自由，拒绝了中方要求删帖的压力。此外，有分析指出，新加坡已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商品倾销对本地市场的冲击。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中国面临美国 145% 的关税压力，可能通过低价向东南亚国家倾销的商品，但新加坡凭借严格的法律和监管，成功限制了这种行为。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政府通过加强海关检查和反倾销调查，确保中国商品不会以不公平的价格冲击本地商家。这也给马来西亚一个启示，面对竞争，不能只靠抱怨，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受冲击的行业，这波中国生意潮已经开始对马来西亚本地行业造成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摄影行业，但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来逐一分析几个正在或即将受到冲击的行业以及背后的冲击点。摄影行业，我们先回到小马的故事。小马是个有9年经验的全职摄影师，靠口碑和介绍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他回忆说，以前毕业季接单接到手软，一天拍3组，忙到没时间休息，情侣旅拍、闺蜜照、亲子纪念，他一开始就走温馨路线，全靠客户介绍和口碑撑起来。但自从中马免签政策落实后，大量中国摄影团队涌入，以超低价抢占市场。一套拍摄只要299马币，包含化妆、修图、场地，甚至还有短视频赠送。小马直言，我的成本都 cover 不了。更糟糕的是，这些团队通过后期选照片赚钱，一张照片300马币，客户最后往往花几千块。中国摄影团队的优势在于规模化运营、低价策略和快速交付。他们不仅抢走了客户，还拉走了本地的 freelance 化妆师，甚至租用了更多 studio。 小马感叹，我们本地人要付租金、请人、交税，根本没办法跟这种规模竞争。更让人无奈的是，客户如今只看价格和出片速度，忽略了本地摄影师用心设计场景，注重客户体验的努力。小马提到，他会提前和客户沟通，设计场景，甚至记住客户的生日，但他发现客户只关心便宜、快、出片漂亮。他甚至提到，习近平来访当天交通管制导致拍摄客户取消，让他感到雪上加霜。美容与医美行业，除了摄影，美容与医美行业也开始感受到压力。许多中国美容师以工作室式模式进入马来西亚，提供皮肤管理、纹绣、美睫、美甲等服务，甚至还有上门服务。他们的卖点是低价高效，手法更新快，服务时间弹性。比如，本地美容院可能收费500马币的项目，他们只收200马币，而且当天预约当天就能做。这种模式迅速抢占了中高端客户群。本地美容院虽然有品牌和口碑，但面对价格战和高效率竞争，很难不被边缘化。更别提一些中国美容师还带来了最新的技术和设备，让本地商家感到跟不上潮流。比如，有些中国美容师提供韩式半永久纹眉技术，收费比本地低 30%， 而且手法更熟练，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客户。餐饮行业，特别是中餐领域也正在被冲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设小型火锅店、烧烤档、麻辣烫摊，甚至外卖厨房。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口味，还有熟练的短视频营销技巧。比如，他们会在 TikTok 上直播做菜，或用留学生特价吸引年轻客户。一些火锅店甚至推出99马币吃到饱的活动，迅速吸引了大量 Z 世代和留学生客户。他们的优势在于独特口味、线上引流和快速复制。
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本地中餐馆可能更注重传统经营，但面对这种互联网加餐饮的模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更别提这些中国商家还能迅速开分店，抢占更多市场份额。比如，有的中国商家在吉隆坡开了一家麻辣烫店，半年内就开了3家分店，覆盖了不同的商圈。电商与直播带货，电商和直播带货是另一个重灾区。中国人擅长操作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懂得如何用人设加剧情加促销吸粉。他们不仅自己带货，还培训本地网红，甚至打造供应链。比如，有的中国主播在 Shopee 上卖中国进口的小商品，通过直播一天能卖出上千件，销售额轻松破万马币。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本地的中小电商品牌如果没有独特定位，很容易被边缘化。中国商家的优势在于算法操作技巧、供应链掌控和内容变现能力。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平台算法提升曝光，还能以极低的成本拿到货源。本地商家如果不转型，可能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一些本地电商卖家抱怨，他们的商品刚上架就被中国卖家用更低的价格压下去，根本没有竞争力。旅游地接与翻译服务，旅游行业也在发生变化。许多中国自由行游客更信任自己人，因此大量中国导游和地接服务崛起，提供包车、翻译、景点定制等服务。他们的价格比正规旅游公司更灵活，服务也更接地气。比如，一个本地旅游公司可能收费800马币一天的包车服务，而中国地接只要500马币，还能提供全程中文讲解和定制行程。他们的优势在于信任链条、议价弹性和社交平台引流。本地旅游公司虽然有资质，但往往缺乏这种接地气的服务模式，很难与之竞争。一些本地导游表示，他们的客户群正在逐渐流失，因为中国游客更愿意选择会讲普通话、懂中国游客需求的地接。教育与才艺培训，在教育领域，一些中国专业人才开始开设音乐、舞蹈、美术、中文培训班。他们以较低价格、硬核教学和升学导向的理念，吸引了一批精英家长。比如，一个本地钢琴班可能收费200马币小时，而中国老师只收100马币，还承诺3个月考级通过。他们甚至会引入中国的教学方法，比如每天练琴2小时的严格要求，吸引了注重孩子成绩的家长。他们的优势在于教学质量、升学导向和家长口碑传播。本地培训机构如果不提升教学质量，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市场。一些本地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在中国的培训班学了3个月后，进步明显，考试成绩也提升了，这让本地机构压力倍增。中医与传统理疗，最后是中医与传统理疗行业。中国人带来的推拿、刮痧、艾灸等服务，不仅价格实惠，还标榜正宗技术。比如，本地理疗店可能收费150马币小时，他们只收80马币，还提供多种服务组合，比如推拿加艾灸的套餐。他们的优势在于服务多样性、价格压制和口碑营销快。本地理疗店如果不创新服务模式，很难在竞争中存活。一些本地理疗店的老板表示，他们的客户开始流向这些中国理疗师，因为价格更低，而且服务种类更多。本地人的困境，这波中国生意潮给马来西亚本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小马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各行各业都在面临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本地人会感到无力竞争？
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成本劣势。本地商家需要支付租金、税费、人工等固定成本，而中国团队往往以轻资产模式运营，甚至通过打黑工降低成本。小马就提到，他要交税，请人还要自己跑流程，根本无法跟299马币的价格竞争。第二，规模化竞争。中国团队往往以产业化的方式运营，比如摄影团队不仅有摄影师，还有化妆师、修图师，甚至短视频剪辑师，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本地商家大多是小本经营，很难与之抗衡。第三，客户心态变化。如今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价格和效率，而忽略了本地商家在服务细节上的用心。小马提到，他会提前和客户沟通，设计场景，甚至记住客户的生日，但客户只关心便宜、快、出片漂亮。更让人担忧的是，政府的态度似乎并不明确。一些本地人抱怨，外国团队抢市场，政府却没有出台保护措施。小马提到，政府口口声声说支持中小企业 SME， 但本地 SME 却在艰难支撑，甚至有同行转行去做电商或送 Grab。 他感叹，我们这一代摄影人还能撑多久？有时候我问自己，继续拍下去是不是只是为了不认输？这场冲击也带来了一面镜子，让本地商家反思，我们的服务够接地气吗？我们懂内容营销和平台玩法吗？我们提供了差异化的价值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可能真的需要改变。应对策略。面对这波中国生意潮，马来西亚本地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以下是几点应对建议。第一，提升差异化价值。本地商家需要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比如更贴近本地文化的服务，更高质量的体验，或者更强的品牌故事。举个例子，摄影师可以推出马来西亚风情旅拍主题，结合本地特色景点，吸引客户。美容店可以推出结合本地草药的护理项目，突出文化特色。第二，拥抱内容化营销。中国团队的成功离不开短视频和直播，本地商家也需要学习这些技巧。比如开设 TikTok 账号，分享拍摄花絮或直播美容过程，吸引更多年轻客户。餐饮店可以拍摄老板娘做菜日常的短视频，增加曝光。第三，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单个本地商家可能难以抗衡，但如果联合起来形成本地联盟，就能提升竞争力。比如摄影师、化妆师、场地提供者可以合作，推出套餐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四，积极监督和举报。对于一些非法就业、打黑工的现象，本地人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小马这样的人可以联合起来向政府和移民厅举报，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小马提到，如果大家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天被卷死，失业的人可能就是自己。最后，这波生意潮虽然带来了挑战，但也是一次倒逼升级的契机。马来西亚本地商家只有主动转型、升级服务，拥抱新玩法，才能在这场马中融合商业化的新局中脱颖而出。未来，随着中马合作的深入，这种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但也可能催生更多创新和机遇。新加坡的反倾销措施也提醒我们，保护本地市场需要政府和商家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聊了这波中国生意潮给马来西亚带来的冲击，从摄影、美容、餐饮到电商、旅游等行业，无一幸免，还涉及了习近平访马引发的区域性讨论。马来西亚的朋友们，你们身边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你们又是怎么应对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经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
说起内卷，很多人想到的是国内抢工作、抢订单的恶性竞争，但如今这股风已经吹到了东南亚。一些中国企业家把国内拼不下去的劲头带到了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甚至印尼，让周边国家的商家叫苦不迭。有一次跟朋友闲聊，他抱怨说某个网购平台上几乎找不到本地卖家了，满屏都是从中国直邮的商品，而且价格低到他不敢相信。带着这种好奇，我开始挖掘背后的故事。一、内卷为什么要出海？先从背景说起。中国制造业长期依靠规模经济驱动，资本和人才不断堆砌，造成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中国国内消费增速放缓，平台间的补贴大战把价格压得很低。比如，即使在中国市场，阿里巴巴、京东、美团等平台为了争夺即时零售市场，投入了约200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使得顾客连早餐和饮料都能免费拿到。对企业来说，单靠中国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支撑庞大的产能，于是只能将战场转向海外。亚洲邻国是最容易进入的市场，地理距离近，劳动力成本低，加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铺垫，许多中国企业觉得这是第二增长曲线。然而，简单的市场外溢却带来了新的矛盾。东南亚各国既欢迎投资，也担心本土产业被压垮，这种矛盾情绪在不同国家表现各异。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最明显的变化是货物运输速度的提升。随着中老泰铁路贯通，云南至马来西亚的陆路运输时间压缩到10天左右。廉价的苹果、葡萄、胡萝卜、辣椒等农产品通过高铁源源不断地涌入，该国商界人士称之为经济殖民。本地小贩发现自家的蔬菜水果根本卖不过这些低价货，于是形成了价格雪崩。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商家进入马来西亚零售业并不难，他们往往出手大方租下店面，甚至用预包装食品敷衍了事，但营业不久又撤走，只留下高昂的租金预期和质量存疑的食品。另一方面，大量中国人通过签证优惠政策涌入，甚至有前首相抱怨无法辨别谁是游客，谁是长期居留者。本地人担心的是，一旦外来商家迅速占领市场，压低成本，本土的饮食文化和小生意很难存活。更为隐蔽的是电商平台的竞争。在受访者口中， Shopee、Lazada、TikTok Shop 上大量低价商品来自中国工厂。中国厂家不再只是供应商，而是直接在马来西亚设立仓库，聘请会说马来语的主播进行直播带货。这些公司资本雄厚，仓库里划分出20多个直播隔间，24小时轮班卖货。马来西亚当地的网店卖家很难拼得过这种体量，因此有人感慨本地电商已经被卷得喘不过气。政府层面已经开始采取措施。2024年起，马来西亚对价值500林吉特以下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销售税。但业内人士指出，有的平台把税费隐藏在运费里，导致消费者并不知情。还有学者呼吁提高外资公司的注册资本要求，以此减缓廉价产品的冲击。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3、泰国。谈到泰国，很多人想到的是榴莲，其实榴莲背后也隐藏着内卷的影子。以前去泰国旅行时，街边的榴莲摊位都是当地人经营，如今不少摊位挂着中文标语，甚至连种植者都是中国人。这并不是传闻。泰国曼谷邮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投资者10多年前便深入泰国榴莲供应链，在产地设立 Low-end 收购站，直接从农民手中大量收购。过去几年，更有部分投资者与当地伙伴合作，把保护林地改造成榴莲园。在插春骚府约500来、约80公顷的保护林被改为榴莲园，
投资者还在尝试继续取得300来的土地。在北柳府另一处案例，900来森林被开发为榴莲园。文章还指出，中国投资者已经控制泰国约 90% 的榴莲出口中心。按理说，泰国的榴莲行业年产值高达828亿泰铢，约合24亿美元。然而，当地农民是否能享受到这份红利却成了疑问。外来资本控制供应链后，农民的话语权被削弱，他们只能按收购站定价出售产品。更严重的是，榴莲园多建立在保护林区，造成森林破坏、水土流失以及生态退化。面对这些问题，泰国舆论呼吁政府制止外国人非法占地，并保护当地农民权益。在泰国零售业，类似的竞争同样存在。根据外媒报道，一些泰国餐馆被中国人买下后转营手工拉面 Mitarik， 为了吸引穆斯林顾客，还申请了清真认证。本地厨师抱怨说，认真研究传统食谱的店家却被快速复制的商业模式挤压，利润一再缩水。与此同时，中国进口商品通过各类电商平台大量涌入。本地制造商反映，生产成本再怎么压也无法与补贴过后的中国货比价。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泰国去年决定对价值不足1500泰铢约42美元的进口小额包裹征收 7% 的关税。但泰国工业联合会仍然指出，廉价商品让当地制造商被迫减产 50%， 钢铁、铝、塑料、陶瓷、石化等20多个行业受到冲击。在短短几个月内，泰国已有500家工厂停产，造成超过 1.5 万人失业。这些数字无疑警示了大规模低价输入的影响。印尼，如果说马来西亚和泰国还在纠结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那印尼的做法则更为直接。2024年，印尼通信部长布迪表示，已要求谷歌和苹果在应用商店屏蔽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因为 Temu 采用连接中国工厂直邮的模式，使商品价格低到不健康，会对本国中小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这项决定是在 Temu 尚未正式进入印尼就提前宣布的。他明确说，政府的目标是保护数以百万计的小型商家。印尼并非第一次针对中国平台采取强硬措施。早在2023年，该国就要求 TikTok 关闭其电商服务 TikTok Shop， 以避免海量廉价商品冲击本土商家。此外，印尼还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征收 200% 的关税，并考虑对陶瓷、鞋类、化妆品和电子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原因在于中国大量补贴的纺织品几乎摧毁了印尼的纺织业，390万纺织工人深受其害。自2019年以来，印尼已有36家纺织厂倒闭，另有31家大规模裁员。2024年前5个月，印尼更是裁掉3000名员工，企业营收比上一年下降 38%。这些数字显示，低价进口并非单纯的消费福利，而是关乎就业和产业链安全。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除了贸易限制，印尼政府还提出其他政策组合，如要求跨境平台在当地设立公司、纳税和遵守数据管理规定。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外资要利用印尼市场获利，就不能只做流量生意而不承担当地义务。这些措施得到不少印尼消费者的支持，因为很多人担心本国传统市场会像被电子商务化一样被掏空。越南的情况与马来西亚、泰国类似，也面对廉价商品的冲击，只是表现得更为谨慎。一方面，越南愿意承接部分中国制造业转移，承接就业与技术；另一方面，
他也担心国内企业沦为加工附庸，缺乏自主品牌。东盟政策研究机构指出，中国工业过剩输出不仅体现在农产品和轻工，更严重的是高附加值行业，例如石化、电子机械等领域，中国出口价格下压，使得东盟制造商出口价格跟不上市场压力。这些低价出口削弱了东盟各国的出口竞争力，造成订单流失。报告提到，泰国作为东盟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受影响最早和最深。泰国制造业占 GDP 1/4，却因为中国过剩产能输出而面临大量工厂关停、员工裁员。研究估计，过去2年，泰国有4300家工厂关闭，涉及家具、电子、服装、汽车、钢铁等行业。报告警告，这种趋势可能蔓延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当中国企业把国内工厂的低利润商品以极低价格倾销到海外，本地企业即使减薪降价也无法竞争。不仅传统行业受影响，半导体、化工、医疗设备等高技术领域也可能被压制。研究指出，中国石化行业在追求自给自足的同时扩大产能，导致聚丙烯等产品出口增长，东盟国家的相关行业承受价格下跌。类似的迹象在建筑机械、医疗器械行业也出现。中国在 Made in China 2025政策指导下大规模扩产，可能把国际价格进一步压低。这对本就缺乏规模经济和研发投入的东盟企业来说是严峻挑战。廉价商品潮下的官民反应，面对中国商品的冲击，东盟各国陆续采取了保护措施。除了印尼的 TIMU 封禁令和马来西亚的低值货物税，还有马来西亚贸易部计划在2025年提交反倾销法案。泰国政府则寻求与中国沟通，希望控制商品洪流，并通过外资准入和土地政策保护本土产业。在区域合作层面，有国家倡议通过东盟平台共同协调贸易，避免各自为战。与此同时，一些民间团体呼吁发展本地品牌，通过质量和服务优势对抗价格战。例如，马来西亚有创业者在社交媒体上组织支持本地品牌活动，希望消费者认识到便宜背后的代价。但也有人提醒不要一刀切。中国资本进入东南亚带来资金、技术和就业，这也是事实。以泰国榴莲业为例，虽然外资控制了 90% 的出口占，但也带动了农民收益的短期增长。问题是，收益分配、资源保护和长期利益必须平衡。同样，马来西亚的餐饮行业因中国 Mitarik 店引入而丰富了选择，只是如何规范市场、更公平的竞争，需要制度设计。人情味与思考，宏观数字令人窒息，但更打动人的是生活里的故事。记得一次在吉隆坡的夜市，朋友指着一间热闹的手撕鸡店说，老板娘是中国人，她会讲马来语，直播的时候还能唱本地歌曲。这家店用5折优惠和免费送货，把附近的2家老字号逼得只能降价。老字号的老板对着门口寥寥几张桌子发呆，抱怨自己一辈子练厨艺，却敌不过网络销售。过了几个月，我们再去，那家老字号改成了奶茶店，老板在直播平台里和网红合作，说起话来也像打鸡血一样。是好是坏很难说，但传统正被改变。再比如泰国东部的水果收购站，我曾跟一名当地果农聊天，他说以前每年水果成熟季，村里热闹得像过节，现在大型收购站出现后，大家都把水果按吨卖给中间商，村里失去了交流的机会。虽然收入更稳定，但他担心孩子长大以后只懂得种树，却不懂市场，也不知道如何议价。他甚至听说一些山头被外来商人租去砍树种榴莲，村民无可奈何。印尼的年轻创业者也面临选择。马莫原本在雅加达做服装工厂的采购，后来工厂倒闭，他改行做直播带货，
帮一家中国平台卖生活用品。他承认平台给出的分成很高，而且不需要囤货。然而他也忧心，过度依赖外国平台会让本土品牌越来越难做。他计划今年回老家开一家实体店，但又害怕竞争不过网红店。这些片段说明，内卷并非冷冰冰的经济现象，它直接影响普通人的生活选择、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我们常批评大内卷，却忽略了它背后是每个人在大环境下的挣扎与调整。中国商家的竞争力背后是无数普通工人的努力，东南亚小店的困境背后也有家庭的生计。将心比心，或许能在讨论经济利益时多一点理解。如何走向共赢？市场经济讲求竞争，但竞争可以有底线。如果单纯以超低价和补贴为武器，短期内消费者得到实惠，长期却可能损害行业生态。各国监管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公平环境，让本土商家有机会成长。有人提议通过东盟统一平台协调外资规则，规定跨境电商需在当地设仓、纳税并承担售后责任。在农业领域，则应明确禁止外资占用保护林地，确保生态不被破坏。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在海外长期发展，也必须考虑社会责任。收购泰国榴莲供应链的投资者若只想快速获利而无视环境，很可能引发反弹。电商平台若一味低价倾销，也会被政府封杀。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品牌，投入社区发展，才能建立更长远的信任。有专家指出，跨国经营最忌讳的就是卷出敌意，失去消费者信任。企业应当在价格外寻找竞争力，如品质、创新、售后服务，而不是单纯压榨供应链。个人层面，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思考自己的选择。购买廉价商品当然省钱，但当身边熟悉的老店一个个消失，城市里的味道会变得单调吗？或许支持本地品牌，关心生产来源，也是对家乡经济的一种责任。很多人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本地好物，用故事吸引关注，而不是简单喊口号。中国的内卷不仅留在国内，它像水一样顺着资本和物流流向更远的地方，在东南亚引起了连锁反应。从马来西亚街头突然出现的拉面店，到泰国森林里悄然种下的榴莲园，从印尼关闭平台保护小商贩，到越南担忧产业被取代，每一个案例都反映了邻国对于内卷出海的复杂态度。他们既希望从中国发展中受益，又害怕被卷入恶性竞争。如何找到平衡，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课题。而对我们自己而言，理解这些故事，并非为了激化矛盾，而是为了更客观地看待全球化中的竞争。卷也好，糖也罢，都不应成为伤害他人的借口。唯有在尊重规则、尊重当地文化的前提下，才能走得更远。希望这个视频让你在吃榴莲、逛夜市或网购时有更多思考。也许下次看见直播间里的折扣商品，会想起背后那些无形的牵绊。世界很大，市场很大，竞争当然要有，但愿我们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压价，更体现在创造真正的价值。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